你們還在那裡痴迷於 AI 的算力、芯片的迭代，幻想着下一個英偉達，幻想着 AI 能讓你躺着把錢賺了，對嗎？好，我今天就要撕開這層虛偽的濾鏡，給你們潑一盆冷水，不，應該說是給 AI 潑一盆冷水，給那些還在夢遊的人一盆徹骨的冰水。因為你們津津樂道的 AI， 它快渴死了。不是缺電，是缺水。你們以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嗎？你們以為這只是哪個環保組織扯淡的噱頭嗎？清醒一點，這不是什麼遙遠的未來，這不是什麼 ESG 報告裡可有可無的段落，這是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究報告，直接把這個殘酷的真相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當華爾街的那些聰明錢，那些真正的資本玩家們把目光從 GPU 的出貨量和電網的千兆瓦負荷上挪開，他們看到了一個更隱蔽、更致命的灰犀牛——水。你們還在那裡談論什麼數據是新石油？我告訴你們，水才是。當你的數據中心因為缺水被當地政府一票否決的時候，你手裡的那些 H100 芯片，那些價值連城的算力，它就是一堆廢鐵。明白嗎？我今天就跟你們好好算算這筆賬，撕開那些關於 AI 的浪漫幻想，看看這背後隱藏着多少你們根本沒意識到的風險，以及普通人到底能從中學到什麼。首先，讓我們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元宇宙 Web 3.0 AI 賦能統統扔掉，回到最原始的物理层面。AI 是什麼？它不是虛無縹緲的魔法，它是一台台嗡嗡作響的服務器，一片片滾燙的芯片，以及冷卻這些玩意兒的巨大需求。而冷卻最原始、最普遍、最便宜的方式是什麼？水。你们可能觉得，不就是一点水嗎？我們地球不是70%都是水嗎？是啊，地球70%都是水，但是你把太平洋的水倒到亞利桑那州的沙漠裡試試看。你把那些所謂的全球水資源總量拿來冷卻你的數據中心試試看，這就是典型的锚定效應和幸存者偏差在作祟。你只看到了那些成功建立起來的數據中心，你只看到了那些光鮮亮麗的算力報告，你根本沒看到那些因為缺水而被扼殺在搖籃裡的項目。摩根士丹利的數据已經非常清楚了，到2028年，僅僅 AI 數據中心直接冷卻和電力生產所需的耗水量，基準預測是1068億升。如果 AI 需求爆炸式增長，這個數字將飆升到1485億升。這是什麼概念？1485億升，這相當於多少？我來給你們算一筆賬。1升水大約是1公斤。1485億升就是1485億公斤，也就是1.485億吨水。一個中型城市，比如人口100万的城市，如果人均日用水量按200升計算，包含生活、工業、市政等綜合用水，一年就是100萬人口200升人天365天年，等於730亿升。也就是說，到2028年，如果 AI 按樂觀情境發展，它消耗的水量將是2個中型城市一年的總用水量。而且這只是 AI 數據中心本身，不包括整個供應鏈的水消耗。這還沒完，這些水大部分可不是循環利用的，而是直接蒸發掉，排入環境或者變成廢水。它是一個持續的巨大的消耗。所以當你們還在為 AI 的算力狂歡時，真正的風險是一個無形的卻致命的物理邊界——水資源。你以為你的錢能解決一切？好，你拿着你的鈔票去亞馬遜的 Project Blue 項目那裡問問，看看他們的項目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市是不是因為巨大的水電需求被當地政府直接回绝了。亞馬遜啊，全球頂尖的科技巨頭，有錢吧？有技術吧？它能把水瞬間搬運到沙漠裡嗎？不能。再看看英國安格利亞水務公司直接公開反對在北林肯郡建設 AI 數據中心的計劃，
理由是該地區供水已不堪重負。看到了嗎？只要當地市政當局說不，哪怕你手上有再多的 H100 芯片，再多的資本，你的項目都得停擺。這就是現實，不是什麼 PPT 裡的美好願景。行動建議：別只盯着那些光鮮的 AI 應用，開始關注 AI 基礎設施的髒活累活。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能源、水利、散熱技術，才是決定 AI 天花板的關鍵。如果你在投資，看看那些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公司，而不是那些只會講故事的。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二個核心點：局部渴死詛咒。這個問題比你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也更具欺騙性。為什麼？因為人類有一種普遍的可用性偏誤，我們總是傾向於相信那些容易獲取的信息，相信那些宏觀的大數據，而忽略了微觀的、局部的卻致命的細節。電力可以通過高壓線跨區域傳輸，北方的電可以送到南方，東部的電可以送到西部。所以你覺得電力不足是個問題，但總有解決辦法。但是水呢？你告訴我，你如何把科羅拉多河的水瞬間搬運到亞利桑那州的沙漠裡？你如何把太平洋的海水直接送到內陸的数據中心？不可能。所以水資源的風險是高度局部化的，它不是一個總量問題，它是一個分配問題，更是一個物理限制問題。當一個地方的水源枯竭，或者被当地居民優先使用，你的數據中心再牛再先進，也只能干瞪眼。這背後反映的是什麼？是資本的盲目性。為了追求算力密度和降低土地成本，數據中心往往選擇在電力便宜、土地廣闊但水資源匱乏的地區。這不就是典型的雙曲貼現嗎？為了短期內節省一點成本，快速落地項目，卻忽略了長期潛在的巨大風險。當水資源瓶頸真正爆發的時候，那些為了短期利益而飲鴆止渴的項目，將付出高昂到無法承受的代價。假設一個大型 AI 數據中心項目總投資50億美元，選址是因為某個地區電力便宜、土地成本低，每年可節省運營成本5000萬美元。但該地區水資源緊張，未來5年內有20%的概率會因水資源問題被地方政府限水或停建。如果項目正常運行5年，節省的運營成本是5000萬美元，年5年等於2.5億美元。但如果項目被限水或停建，假設損失是整個項目投資的50%，重新選址、設備遷移、延誤、罰款等，那就是50億美元，50%等於25億美元。這意味着，為了2.5億美元的短期節約，你承擔了20%概率損失25億美元的風險。潛在的風險成本25億美元，20%等於5億美元。看到了嗎？為了節省2.5億美元，你實際上承擔了5億美元的風險。這還不算項目延誤、市場份額流失等無形損失。這種決策，用經濟學的話說，就是負期望值。而很多資本、很多決策者在巨大的 AI 泡沫面前，就是這樣盲目地、瘋狂地在做着負期望值的投資。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看到的亞馬遜被拒、英國項目受阻，這不是個例，這是一種趨勢。這是物理法則對資本無序擴張的最終反噬。行動建議：作為一個投資者，不要只看宏觀趨勢，要深入到項目的物理細節，關注那些能夠提供水資源解決方案，或者能夠幫助數據中心優化水利用效率的公司。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助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更重要的是，在評估任何一個高科技項目時，要把它放在具體的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下，
而非只看技術本身。在座的各位，你們以為這些科技巨頭是傻子嗎？他們當然知道水是問題。當生存面臨威脅時，人類的創造力才會真正爆發。所以，這些所謂的水資源危機正在催生一個全新的萬億級別的市場——水處理與循環解決方案。我稱之為水利萬物稅，因為所有依賴水資源的項目都將為此付出成本，而這些成本最終會變成某些公司的利潤。過去，數據中心都是喝自來水的，直接從市政供水系統抽水，然後用完就排掉。這套粗暴的方式，在水資源充足的年代，沒人說什麼。但現在，監管的鐵拳已經開始揮舞了。你們以為 ESG 報告是擺設？大錯特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已經劃出了紅線，明確要求數據中心在10年內把 WUE 水利用效率指標控制在 2.0 立方米每兆瓦時或更低。歐盟呢？預計在2026年底前，要提出強制性的數據中心用水最低性能標準。這是什麼？這是強制性合規。你不達標，你就別想建數據中心。在這種高壓之下，科技巨頭們別無選擇，只能技術自救。他們不再滿足於喝自來水，而是開始探索喝海水、喝廢水，甚至喝自己的汗水。微通道冷板技術，這聽起來有點複雜，但核心很簡單。通過更小的通道、更高的熱性能以及更少的冷卻劑流量，直接降低水的消耗。這就像你的汽車從過去的大排量油老虎變成了小排量涡輪增压發動機，更省油了。免費的自然冷源，谷歌在芬蘭的案例就是典範。人家直接利用冰冷的海水隧道，通過熱交換模塊进行冷卻，最大限度地減少對飲用水的消耗。這叫什麼？這叫因地制宜，這叫順勢而為。所以，如果你還在那裡盯着英偉達、盯着 AMD、盯着這些芯片巨頭，你可能只看到了故事的前半段。真正決定 AI 未來格局的，或許是那些治水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賣水的。假設一個數據中心每年耗水1億升，水費成本每升0.1美元，每年水費1000萬美元。如果引入一套水循環處理系統，前期投入5000萬美元，能將用水量減少 90%， 即每年耗水1000萬升，水費100萬美元。同時，該系統能讓數據中心符合未來更嚴格的 WUE 標準，避免因合規問題導致項目停擺，規避每年2000萬美元的潛在罰款或項目延誤損失。不投入系統，每年水費1000萬美元加2000萬美元潛在風險損失等於3000萬美元的風險敞口。投入系統，每年水費100萬美元，每年節省3000萬美元至100萬美元等於2900萬美元。回收期5000萬美元，投入2900萬美元，每年節省約等於 1.7 年。看到了嗎？不到2年就能收回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保證了你項目未来的生存权。這筆賬不是簡單的成本核算，它包含了風險規避的巨大價值。這才是真正的投資邏輯。那些能夠提供海水淡化、工業水循環、廢水處理、高效冷卻技術的公司，這些掌握核心水處理技術的公司，在 AI 的下一個階段，或許比那些純粹的科技股更具確定性，因為他們解決的是一個生存問題，是一個剛需問題，而不是一個錦上添花的問題。行動建議：立即調整你的投資視角，把一部分關注和資金從前端的算力芯片轉向後端更底層的資源保障和環境解決方案。這些公司可能不性感，不具備一夜暴富的想象力，但他們具備極強的確定性和長期的增長潛力。好了，各位，講了這麼多關於 AI 缺水、關於數據、關於投資的硬核內容，你們可能覺得這離你們的日常生活很遠，但實際上，它和你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一直強調，我們這個頻道不僅僅是教你如何賺錢，更是教你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如何獲得真正的選擇權和自由。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对真實世界運行邏輯的深刻理解之上。今天我們討論的 AI 缺水問題，它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挑戰，它更是對我們人類認知模式的一個巨大挑戰。你們有多少人在看到那些鋪天蓋地的 AI 新聞時，只看到了未來以來的興奮，只看到了財富自由的幻想，卻根本沒去思考這些美好的願景背後到底需要付出什麼樣的物理代價，需要什麼樣的資源支撐？這就像你們很多人在面對各種消費主義陷阱時，只看到了短暫的快感，卻沒去計算它對你財務自由的侵蝕；在面對各種躺賺的誘惑時，只看到了美好的結果，卻沒去思考它背後隱藏的巨大風險和機會成本。這就是我常說的認知稅。當你缺乏對事物本質的洞察力，缺乏对底層邏輯的理解，你就會被那些浮在表面的信息所迷惑，被那些漂亮的包裝所誘導。最終，你付出的不僅僅是金錢，更是你寶貴的時間，是你人生的選擇權，甚至是你對未來的掌控力。AI 缺水這個看似遙遠的話題，卻在深刻地提醒我們，世界是物質的，資源是有限的。任何脫離了物理現實的幻想，最終都將幻滅。無論是 AI 還是你的人生，真正的強大從來都不是表面的繁榮，而是底層邏輯的穩固，是對稀缺資源的有效管理，是對風險的深刻認知和有效規避。所以，從今天開始，請你們學着去撕開表象，去探究本質。當你看到一個熱門概念，一個投資風口時，別急着跟風，先問自己幾個問題：一、它真正的物理基礎是什麼？二、它需要消耗哪些稀缺資源？三、這些資源的供應是可持續的嗎？四、它背後最大的風險和瓶頸是什麼？五、如果這個瓶頸真的爆發，誰會是受益者？誰會是犧牲品？只有這樣，你才能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出明智的決策。無論是投資還是生活，都要學會看清世界的真實賬本，而不是那些別人給你描繪的虛假藍圖。真正的自由從來都不是別人給你的，而是你自己掙來的。挣來的不僅僅是金錢，更是你對世界運作規律的深刻理解，是你能夠獨立思考，不被潮流裹挟的強大心智。好了，今天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今天的這盆冷水潑得夠勁，讓你清醒了一點，別忘了點讚、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對 AI 缺水這個事有什麼新的思考。保持清醒，這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關注我，我識財之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